民间有句老话叫升米恩，斗米仇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升米带给你的是恩人，一斗米可能给你带来一个仇人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我们先来听听刘强东给村里老人发钱的故事，或许你就能从中参透这其中的深意。我们都知道刘强东是京东的掌门人，身价500亿，他每年回家都是风风光光的，而且每次回老家都给村里的老年人一人发1万块钱，这一发就是7、8年。那乡里乡亲的谁不夸一声好呀？但你知道他为啥后来不发了吗？2016年，京东遭受了市场的冲击，以亏损93.7亿的成绩被封为亏损之王。这一年，刘强东回家了，没发钱。刘强东寻思先停1年，先把难关给熬过去。但他不知道，这回家这一关最难过。每年都能在村委会领上1万块钱，今年咋就不给了？老年人不愿意了，年轻人也不乐意了。毕竟有些人家早就把这1万块钱当成年终奖了。结果呢，大半夜就有人提着油漆，直接把刘强东家的大门给泼了个狗血淋头。这就是刘强东第一次见识到人性的恶呀！气得刘强东再也不跟村里人发钱了，当地的投资也停了，甚至连老家也不回了。你说这刘强东是坏人吗？那不能啊！怪谁呢？怪就怪在刘强东把村民的胃口给养大了。这不就是升米恩，斗米仇的具象化吗？大恩即大仇，在古代还有个更恐怖的例子。唐朝宰相李勉一向清廉，在任开封卫时他发现一个囚犯谈吐不凡，很有气概，不像是罪该万死之人。这一查果然发现他是被冤枉的，于是李勉四处为他奔走鸣冤，顺利的洗脱了他的冤屈。几年后，李勉被罢官，再次遇到了这个嫌犯。此时囚犯生活的非常富足，他带着李勉回家招待了一番，却依然觉得报答不了这李勉的恩情。富商就问自己的妻子该如何报答，妻子说我们送他1000匹布如何？富商说不够吧。妻子又说那2000匹呢？富商想了想回答说恐怕还不够。妻子沉默了一会儿，咬着牙说果真如此，不如杀了他吧。就在两人动杀心之时仆人听到后连忙告知了李勉，李勉连夜翻墙骑马逃走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从恩人到仇人，李勉为何遭遇以怨报德呢？归其原因是大恩难报，不如杀之。大恩即大仇施恩不求回报很是高尚的，可受恩之人往往想的是等他发达以后要成倍的还回去，这样大家心里都舒坦。然而当恩情太大，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时候这个心结会一直梗在受恩人的心中，长期遭受恩情的压抑受恩之人就会觉得自己永远抬不起头来，那大恩就会变成大仇，而此时就会出现2种结果：第一，躲得远远的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；第二，就是让你彻底消失，再也不用还了。同样的例子在白鹿原中也有。白鹿原中白嘉轩是大族长，生活富足，那陆三是白家长工。但白嘉轩从小待陆三亲如兄弟，陆三从小就教导自己的儿子黑娃说我们欠白家太多了，你以后要记得感恩这种看似淳朴的道德压力让黑娃长大后不堪重负，一直想摆脱这寄人篱下受人恩惠的道德约束，最终黑娃出走当了卖客，甚至后来做了土匪化，让人性的恶无限放大，让人打断了这老主人白嘉轩的腰杆。因为从小接受无限的恩情，就如同白嘉轩那无形的腰杆子竖在了黑娃眼前，形成了巨大的黑影，自己只要想到白嘉轩就永远是个负债者。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干掉债权人。白嘉轩对黑娃一家有大恩，一个长工的孩子被主人共吃共喝，当成亲儿子养，但黑娃对恩人报答却如同个仇人一样。黑娃有了势力之后，这才打断了白嘉轩的腰。所以越是自卑的人，越可能无差别的仇视一切，无论你对他好与坏都是如此。所以人与人相处，除了至亲之外，真的应该有一个度。